领带也摘了。哦，要开始加班了。你倒是加班啊，说的倒挺好听，要开始加班了，结果下班了。看完第9集之后，咱们直接第10集啊！今天刚好有时间，所以不废话了啊，咱们直接开始这一集。我的妈！学校里的社团活动，这也是一个好小众的社团啊，跟虎杖最开始发现的那个参加的那个什么灵年社一样啊，就3个人。咒术回战的作者一定是个超级电影迷，这是第多少次出现跟电影相关的情节了？这个吉野顺平不还是有朋友的吗？这是以前的事情还是现在的事情？好像是以前的事情，因为现在在霸凌他们的这几个人就是死了的那几个人。哦，他脚底下的光盘，他的眼睛里我感觉露出了杀气，难道说是现在的事情？他是不是已经学会了什么邪恶的咒术了？不要再逼他了，不要再逼他了！完了，完了，作死的，你不作不会死。还是被打了，无为转变。喜欢的反义词是漠不关心吗？喜欢的反义词不是讨厌吗？是啊。他在说什么？爱的反义词不是恨吗？漠不关心只是说明不爱了，但是还没有到恨的地步。这真人是不是听不下去了就走了？他说这么半天，说这么一大嘟噜，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天哪，像一坨屎一样。这也是个人，像个垃圾袋了已经。能从他嘴里这么平静地说出这种话来，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我感觉对他人不抱有任何期待。他想复仇，但是没有能力，因为太弱小。人的灵魂像一个石头一样。他能看见灵魂，能触摸灵魂，所以灵魂就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在他眼里啊，当然。饿了就吃东西，这我同意，但是恨别人就把他杀掉，完了，被洗脑了，被严重洗脑了。这个孩子吉野顺平，他的大脑是一张白纸，现在。露出了自信的笑容，他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了。蝇头，小辣鸡。变成红白机游戏画风了。就赶紧跑。有道理呀。因为你跟我们一样是观众视角。我还是好想问，交没交停车费呀？被贴了 ticket 怎么办？真出来了，这就要单挑了吗？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我不喜欢加班，你看吧，就是个社畜嘛。他才应该是真正的贱人吧？
表面轻浮，却潜藏着污浊不堪的强大力量。他也是这么看待五条悟的吗？哦，打到要害了。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前者。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啊？非要告诉他，无为转变是他的技能。他说我要下班。我要下班。打工人应该会很喜欢贱人。哦，这是那个老师吧？这是之前看到他被欺负了，但是熟视无睹的老师，长得像头猪一样的。啊？你还是人吗？这还是个人吗？顺平在试图了解他，在试图理解这个老师。哎呦，哎呦，完了，他心中的这个怨念。啊，他已经会咒术了。还救了你一命，救了这头猪一命。他认识这个纽扣，他能看出来这是咒术学校的校服吗？这个顺平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知道些？干得好，干得太好了，应该把他这红裤衩也给扒下来。是虎杖怎么知道的？虎杖，这该死的松弛感！我感觉虎杖非常有可能能够拯救这颗脆弱的小心灵。好像丧尸一样，被咬了变成丧尸之后就变不回人类了，没有解药。在这个真人的眼里，人命是完全是不值一分钱的。哦，他抹去了他的眼泪。他的行为和他嘴里说出的话不一致的。哦，啊，为什么变成驴蹄子了？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变换自己的形态。那就不让你碰到不就好了？贱人是觉得打不过想跑吗？要撤退？6点了，干嘛？要动真格的了是吧？领带也摘了。哦，要开始加班了。你倒是加班啊，说的倒挺好听，要开始加班了，结果下班了。这一集当中精彩的桥段就是剑人大战真人的这个2个人打斗的这个场景啊，但是我其实更想聊一聊虎杖邂逅吉野顺平的这个情节，因为这个情节反而真的更能触动我。虎杖和吉野顺平2个人都是高中生，所以是同龄人，但是这一集当中虎杖的突然出现，对于吉野顺平那充满黑暗的人生来说，仿佛又照进了另外一束光。之所以说是另外一束光呢，就是我觉得在前几集当中吉野顺平
去找到这个真人，和真人聊天交谈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事情应该对于顺平这个孩子来说，可以算是照进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束光啊。虽然说他饱受校园霸凌的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他本身也是很无辜的，但是这个角色一出场，其实并没有因为他的这种悲惨的经历而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拥有偏执的，然后很固执的三观的一个人。他的大脑和思想仿佛就像是一个白纸一样，此时此刻只要能够出现让他感受到不被歧视、不被霸凌、被尊重、被认可的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的话，对于他来说都会像是救命稻草一样的存在啊！如果是反派是坏人，那他自然就会被那种邪恶的观念洗脑；如果是好人是主角，那他一定就会被感化、被影响。虎杖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虽然只是看到了他俩邂逅的一个经历，两个人还没有具体聊什么，但是其实已经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虎杖对于吉野顺平的影响了。虎杖的那种松弛感和吉野顺平搭讪聊天时的就是简简单单的那几句话，在外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在顺平这个孩子的眼里，一定意味着自己确确实实是像普通人一样，像正常人一样被对待了，没有尴尬，没有同情和怜悯，没有慌张和不知所措，就是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聊天。而且好巧不巧，虎杖还出手教训了一下那个肥猪老师，替这个顺平出了一口气啊。虽然说顺平本来是打算用咒术估计是要弄死他的，但是顺平他其实不是想当一个杀人犯，他只不过就是心中积怨已久，刚好那个老师出现，就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说虎杖的这个无意之间的举动，不单单是拯救了这个肥猪老师的性命，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小小的冒失的出击，还因此拯救了吉野顺平的人生。其中有一个情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顺平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讨厌这个老师？虎杖说，我猜的。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对这样的一句台词完全不感冒，没有触动，但是现在我其实非常愿意相信和理解虎杖的这种心情，因为虎杖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气质啊，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善良。我认为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他其实是能做到心中有自己，眼里有他人的。所谓心中有自己吧，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方向目标，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情。而眼里有他人呢，就是他确实能够看到别人的喜怒哀乐，他确实是在关心别人的。正因为看到了，再加上自己如果真的有能力有意愿伸出手的话，才能够做出感染别人、感化别人、帮助别人的行为。能够看到别人，眼里能够有别人，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因为所有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私的嘛。虎杖明明不知道顺平和这个肥猪老师之间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但是他就是能够感受得出来顺平不喜欢这个老师。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就是因为虎杖这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一定让他感受到了什么，不管是所谓的环境也好，气氛也好，还是气场也好，他一定是用心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顺平的态度，并且他还真的出手教训了这个肥猪老师。我真的是既喜欢虎杖，然后又真的很羡慕虎杖。这种心中有自己，眼里有他人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就是我目前包括今后努力生活、努力前进的一个方向。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